今天我才知道，鸡蛋上面插一根针，原来作用真的是太厉害了。赶快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鸡蛋是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每天都会吃的食材，营养健康又好吃，做法也是多种多样。其中水煮蛋就是最能够保证鸡蛋营养的做法，而且这样的制作方法也是最不考验厨艺的。放入水中煮个8分钟，捞出来就已经熟了。但是就算这种最简单的制作方法，也有很多人操作不好。尤其是新手小白，煮鸡蛋也是难题的。第一，煮鸡蛋的过程中，很多人会把鸡蛋煮裂。第二点，煮出来的鸡蛋特别难剥壳儿。今天我就来教您煮鸡蛋一个小窍门，鸡蛋煮出来不裂，而且超级的好剥。我们先看一下买回的鸡蛋，很多时候上面都会有脏东西，甚至有鸡毛鸡粪什么的。煮鸡蛋第一步，在煮之前就是要先把买回的鸡蛋给它彻底的清洗干净。首先咱们个盆或者大碗都可以，往盆中放入1勺面粉、1勺小苏打，再加上1勺食用盐。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小苏打却有很强的去污能力。再往盆中加入清水，水量一定要多一些，没过鸡蛋的。倒入水之后，我们准备好的鸡蛋全部放入水中，把鸡蛋清洗干净。鸡蛋也不能多洗的，鸡蛋一定要吃几个洗几个，千万不要把从超市里买回来的所有的鸡蛋都清洗干净，只需要在吃之前再清洗就可以，因为每一颗鸡蛋上面都会有一层保护膜。我们肉眼看到了鸡蛋，感觉它很完整，它们表面布满了很多细微的小孔，而外面这层保护膜就是把这些小孔全部封闭住，外面的脏东西没有办法进入鸡蛋内部，鸡蛋里面的液体也没有办法流出来。而我们用水洗的话，水分就容易从蛋壳慢慢进入鸡蛋内部，造成污染。鸡蛋的保质期时间也就会缩短，把脏水倒掉，我们再用清水清洗一下，这样洗出来的鸡蛋干净卫生，吃起来也就更加放心了。鸡蛋放到清水中，再一次搓洗干净，洗净之后将鸡蛋捞出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我们煮鸡蛋的时候，之所以蛋壳会破裂，那是因为蛋清、蛋黄的加热时体积膨胀，而液体膨胀大于固体蛋壳的膨胀率，而在这时候就会出现蛋壳破裂的现象。今天解决这个难题用到的就是一根绣花针，我们先取一根针看一下，鸡蛋是分大小头的，我们准备的这根针要从鸡蛋的小头给它戳出一个小孔。鸡蛋表面的蛋壳坚硬又特别的光滑，所以我们戳小洞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小心，不要扎到手。针尖对准蛋壳之后，轻轻地旋转鸡蛋，只需要2秒钟就可以轻轻地戳出一个小洞。小洞戳出之后，针尖不要扎得太深，只进去一点点就行，这样就可以留下一个小孔。这样的一个小方法就可以减轻掉鸡蛋壳内外的压强，这样我们在煮的时候，鸡蛋壳就不会破裂了。由于我们开的这个小洞特别的小，只有针眼这么直径大小，所以里面的蛋清蛋黄是不会流出来的，这也就避免了我们煮鸡蛋煮成蛋花汤的。所有的鸡蛋用同样的方法把每一个鸡蛋小头都给它戳上一个小孔，记得只能戳小头，不能戳大头的。只需要简单的2分钟，就能够把鸡蛋上面戳出这种小孔。戳好孔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鸡蛋下入锅中去煮了。煮鸡蛋也是有窍门的，煮鸡蛋的水温是什么样的？朋友们，你们都知道吗？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开水下锅，这样的话水温过高，鸡蛋壳容易炸裂。有的人喜欢水温低的时候冷水下锅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随着水一点点的煮开，鸡蛋在水中煮的时间就比较长，
鸡蛋就不软嫩，会把鸡蛋煮老。正确的煮鸡蛋时间就是在锅底开始冒出小泡泡的时候，再把清洗干净的鸡蛋下入锅中。这水里面可以提前放一些白醋和食盐，煮出来的鸡蛋会更好剥壳。盖上盖子，小火慢慢煮，火力不要太大，保持中小火就行。煮沸腾之后煮8分钟，盖着盖子再给它焖10分钟。鸡蛋煮好之后焖8分钟，是为了让鸡蛋更好的剥壳。等到里面的水蒸气放得差不多了，咱们打开盖子，把鸡蛋捞入冷水中过凉，热胀冷缩原理可以让鸡蛋壳更加的好剥。这里面水量一定要多一些，把鸡蛋没过，全部冷却的，这样剥壳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简单方便。所有的鸡蛋全部捞入冷水中浸泡6分钟左右。浸泡好，我们拿起一颗鸡蛋，轻轻地把其磕一点口子，再用手轻轻按压，鸡蛋壳按碎。接下来就和平时正常剥鸡蛋是一样的步骤，不过你会发现用这样的方法，煮好的鸡蛋壳特别的好剥，轻轻一剥，整块的鸡蛋壳就可以直接脱落。不管您买的是洋鸡蛋、土鸡蛋喂养的柴鸡蛋，也不管您这个鸡蛋放了多长时间，保质期还剩几天，用这个小方法煮好的鸡蛋壳都特别的好剥壳。看一下，用手轻轻一撕，鸡蛋壳就全都下来了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？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开的这个小洞会让水分进去，这样的话就让鸡蛋更容易剥壳。那么第二点呢，我们在煮的时候放了盐和醋，鸡蛋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。碳酸钙形成反应，可以让鸡蛋壳更加的好剥，所以煮鸡蛋放盐也是让它反应得更快。接着就用同样的方法把所有的鸡蛋全部剥出来，看一下，蛋壳上的小孔还是非常明显的。今天做这个视频，煮的鸡蛋有点多，一般情况下家里鸡蛋煮多了，会怎么样操作呢？很多朋友都是把鸡蛋做成茶叶蛋，茶叶鸡蛋我们经常吃，都已经吃腻了。今天我用这些煮好的鸡蛋，分享一个特别好吃的卤蛋做法，泡上1夜，第2天就能吃，简单方便，特别好做。这个方法做出的卤蛋一点都不比商贩版本差，好吃营养又入味。所有的鸡蛋全部剥好，放入盘中备用。这里有10颗鸡蛋，准备另外是生抽、辣椒。看一下这鸡蛋煮熟之后，还是留下了一个小洞，一点都不影响食用。这些煮好的鸡蛋全部放入一个罐子中，罐子保证无水无油，提前用开水给它烫一下。鸡蛋全部放入罐中之后，我们用生抽、辣椒、盐去腌制，腌好放入冰箱冷藏1夜，第2天就可以吃。生抽、辣椒选择最普通的就行，第2天您早上就可以吃到好吃的卤蛋了。用这个方法做出的卤蛋，不用熬料，不用炒，颜色上也是特别的好看，超级的红润。做好不管是夹在馒头里，夹在烧饼里，还是拌米饭，都特别的好吃，非常的香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，可以试试这个做法。如果视频里有哪些步骤不清楚，不太明白，您可以下方留言或者私信我，我将一一为您解答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